海童姐，真是你呀！我刚才看着你的背影很像，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念生，我这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然就不动了，电量还是满格的呢。海童姐，我不懂修车，也不知道你这车是什么问题，要不我帮你打电话叫人来拖去修一修，你先坐我的车回家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大少爷，那个女的好像大少奶奶。张念生，海童怎么和他在一起？送我去明苑花园。念生，今晚谢谢你。小事一桩，海童姐已经说了好几次谢谢我了，真要谢谢我，改天有空请我吃饭如何？行，改天和你表姐一起请你吃饭。就不能只有咱们两个吗？也行，你怕你姐唠叨你是吧？张念生笑了笑，算是默认了。门被反锁了，战印是不是以为我在家？海童语音电话打了半天，战印才接听。战先生，你睡了吗？有事。你把门反锁了，我进不去。我以为你今晚去住高级酒店。啥？战先生，你能先开一下门吗？哦吼，不说话是吧？战先生想让我去住高级酒店也行，反正我随时都带着你给我家用的那张卡，我就去住管城大酒店，刷家用卡。等着。战先生，你今晚说话阴阳怪气，夹枪带棍的，我想知道我哪里又得罪了你，有问题当面谈，别带着问题过夜，每天给我脸色看，要是天天把我挡在门外，我可以搬出去住，这房子是战先生的，你的房子你做主。你今晚是怎么回来的？什么？谁送你回来的？海童，我们已经签了协议，只需要半年时间，我们便能离婚。你等我们离了婚再找下家不行吗？非要提前找？现在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你找下家就是给我戴绿帽子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可能爱上你，但是男人，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喜欢戴绿帽子。战先生长着一张喜欢胡说八道的嘴，该砸缘由不问，就靠你那脑瓜子胡思乱想，瞪什么瞪？比眼睛大，我也不见得输给你。我的车骑到半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动了，恰巧遇到了张念生，他是我好友沈小军的亲表弟，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你长，可以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他帮我请人来拖车去修，再送我回来，我们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光明正大的，怎么在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们俩反倒像是偷情的人，见不得光，都说自己内心黑暗的人，看别人也是黑暗的。战先生是不是在外面彩旗飘飘，让我头顶上变成大草原，所以就这样看我？战印一时竟然无从反驳。战先生，当初领证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又不逼婚，用得着领了证后一副我占了你大便宜的吗？协议是你写的，我半句不提意见，你让我签，我就签了。你愿意在离婚后分房子和车子给我，那也是你的事。既然你把我想成了心机女，图你的钱，我不收下你的房子和车子，我还亏了呢。战先生总以为我想找好下家，婚内出轨，给你戴绿帽子。上次我陪小军去相亲，你看到我和蓝先生坐在一起，也是那样想的吧？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在吃醋呢。放心，我不会吃醋。你刚刚那样子挺像吃醋的，浑身都冒着酸气，酸溜溜的，面条里加醋的味道都不够酸。这是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，我又不喜欢你，更不爱你，怎么可能吃醋？你只要不是婚内出轨，我管你和谁在一起。要说企图的话，这就是我对你的企图，图你有套房，可以让我免费入住，省下一笔房租，更能让我姐放心，我也不会婚内出轨。用你刚才的话说，半年后咱俩离婚，你真要赔我房子车子的话，我就住着你给我的房子，开着你给我车子，光明正大的去找男人，不香吗？何苦被你说我婚内出轨？海童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跟我说，别像刚才那样反锁着门把我拒于门外。像你这种性格啊，以后娶了老婆是很容易闹矛盾的。要是你老婆也像你一样的性格，你们夫妻俩分分钟陷入冷战期，早晚得离婚。我娶了老婆，你的性格和我不一样。你以后的老婆不会是我，我是说你以后的老婆。我没有喜欢的女人。正常，就你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看谁都在算计你的心态。你能娶到我为妻，那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娶了你，我家祖坟都起了大火，快要炸裂了。没见过这般自恋的女人。行了，解释清楚，咱们误会澄清，睡觉。海童，早上好。早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你要是实在觉得无聊，就去扫扫地吧，一会吃饭。好。你不吃饭看我干啥？想看我就光明正大的看，不用偷看的。我知道我长得很漂亮，去选美至少能得个亚军。我以为你会说你能得冠军呢。为人要谦虚，就算有拿冠军的本领，也不能明说。等会儿我送你去店里。我到外面去蓝亮计程车就行。又不是很远，我送你到店里再回公司也不碍事。我在公司里是很自由的，晚点到，早点走都可以。那行，吃完了就出门。上班高峰期容易堵车。就在这时，海童的手机响了。海童姐，早安。
这么早就给姐打电话，有事？海彤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我去接送你上班吧，顺便请你吃早餐。要不你去我也可以。不用了，我快吃饱了，我自己做的早餐，等会我老公送我回店里，你不用大老远的跑过来。那好，海彤姐的车子修好后，我让人给你送到店里去。海彤刚放下手机，铃声又响了起来。海彤，我是你大哥。你是我哪门子的哥？我没有哥。我是海志明，你大堂哥。有事？奶奶生病了，该来，所幸是早期，医生建议去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。你们姐妹俩都在市中心安了家，也清楚市里的情况，你去帮奶奶挂个号，安排安排。我们等会儿就出发，送奶奶去市里的医院，这样奶奶到了就可以马上入院治疗。听说要预交定金的，你记得把定金也交了。虽说你爸妈不在了，爷奶你们也有份儿的。多年来你们也没有给过赡养费，现在奶奶病了，你们姐妹俩就包了你奶奶的医药费，当是补上多年来的赡养费吧。海先生，我记得你比我大了12岁。15年前我爸妈车祸死亡时，你已经22岁。当年爷奶分赔偿款的时候，你可积极了。难道不记得我姐妹俩给爷爷奶奶的赡养费是一笔结清的吗？你们用爷爷奶奶分给你们的15万块钱建了一栋新房子，那10万钱可是爷爷奶奶的赡养费，我爸妈用命换来的钱，你们享受了，还好意思指责我不给赡养费，好意思让我补上？也是，你们脸皮堪比城墙厚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呀？海志明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管。别说我现在没有钱，就算有钱，我也不可能为那个老太婆垫上医药费。彤彤，你不要再接他们的电话，赶紧把他们拉黑了。这些人就是吸血鬼，你一旦妥协一次，就别想甩掉他们。姐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彤彤，晚上叫上战役一起过来吃饭。我姐说晚上去她那边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姐叫我们过去吃饭，总要给姐面子的，你答应姐姐就行。你和你老家的人关系很不好。是不好，我10岁的时候，我父母便出了车祸，双双身亡。我爸家的亲戚以及我妈那边的亲戚都没有人想着照顾我姐妹俩，但我父母的赔偿款拿到了，又一个个来分钱，兄弟叔侄这些是没有资格来分的，便都是唆使着老人家出头。我爸是排行第4的，我爷爷奶奶本就不太疼他，更偏爱着我叔叔伯伯他们，眼见赔了一大笔钱，为了多分点钱，他们当年说出的，以后他们养老送终都不需要我姐妹俩出钱出力，分走了60万，也签好了协议的。我父母离世前刚建好的2层楼房，爷爷奶奶也住了进去，说什么我父母不在了，那房子就是他们的了，说我姐妹俩都是女孩子，长大是会嫁人的，不能分房子、地基什么的。当时我们年幼，又无人支撑我们，房子就这样被爷爷奶奶住着了。我姐妹俩在学校放长假时才回去住一住，却要挨白眼，看脸色，好像我们是回去跟他们抢房子似的。我姐说，那房子的房产证是我爸妈的名字，等2位老人家100年后再回去打官司要回房子，绝不便宜叔叔伯伯们。到时候打官司要是有用的找我，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一声，我认识很多当律师的人。谢谢，到时候真有需要再找你帮忙。你母亲的娘家就没有为你们出头过？我妈命苦，是被人收养的，还是被转手无数次，最后才被我外公外婆收养的，不是亲生的。想他们多尽心尽力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觉得把我妈养大了，还没有享受到我妈的福，我妈就死了，他们太亏了，赔偿款他们也要走了40万，我姐妹俩只余下20万，谁会替我们姐妹俩考虑？谁会替我们撑腰？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，一个个都生怕自己吃亏了。要不是村干部还有点良知，死活不同意，那一笔赔偿款，我姐妹俩可能1分都拿不到。想起往事，2行泪从她的眼角滑落。如今我奶奶病了，说是肝癌早期，要来市里的医院住院。我那个大堂哥还好意思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安排，还叫我出医药费。治癌症的钱，谁都知道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就算我有，我也不会出。凭他们当年那样对待我姐妹俩，我就不愿意出这笔钱，顶多就是给他1000块钱买点好吃的，多1毛都不会再给。要是不甘心，就1分钱都不要给。你给了钱，他们不会感激你，只会说你小气，说你不孝。给多了，你自己又难受。明知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就不要做了。管他们怎么说，当年他们不仁不义在先，别被他们道德绑架了。战先生，你说的对，我就听你的，1分钱都不出了，管他们怎么说我。你先去上班吧，到公司了，给我发个信息。好。你的电瓶车呢？还是以后都由你老公来接送你？看得出来，你们夫妻俩相处得还算融洽。还算融洽。我的电瓶车昨晚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半路上突然就跑不动了，好在遇到你表弟，念声叫人帮我拉去修了，他又送我回家。下次有空叫他出来，我请他吃饭，你作陪。一点小事情，不用那么客气。
小事情也是他帮了我，得请他吃饭，不用欠人情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安排好，我一定作陪吃饭，不用我出钱的事儿，我是最乐意去做的了。这么着急找我有急事吗？苏南，你能帮我调查一件事吗？瞧你说的，我都不知道帮你调查了多少件事，多一件不多，少一件也不少。想让我帮你调查什么事，尽管说吧。我奶奶整天唠叨我娶她救命恩人的事，我跟你说过的。你对你老婆感兴趣了，想让我帮你调查一下她的过去。也不能说是感兴趣，就是觉得既然是夫妻了，总要知道她的一些事情的。你帮我把她的家庭背景查清楚就行。其实你可以通过相处，慢慢从她嘴里问到她的家庭情况。她近期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，我提前弄清楚前因后果，便可以帮到她。怎么爱上了？这么快就知道护着了？不管我爱没爱上，她现在是我太太，哪怕是名义上的，也是我战英的女人。有人欺负她，我自然要护着她，不是护她，是护着我战英的颜面。自欺欺人的说法。苏南，好，不笑你了，你是为了你的尊严，为了你的面子，行，我帮你查查吧。你老婆叫海彤是吧？其实你可以让陆东明帮你的，我是你的总特助，主要负责公司的事情，平时忙得像拉磨的驴，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，这种小事情还让我去做。那你现在先喝杯水吧，免得说你忙得连杯水都没时间喝。我进来都做这么久了，才想到让我喝水。我以为你不渴，你要是渴了，自己会倒水。咱俩是什么关系？你在我面前客气过吗？东明嘴巴没你那么老。那倒是，陆东明有时候嘴巴太多。谁又在说老子坏话？记得帮我把海家所有人的资料都查清楚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没有了，你回去做事吧。等会，苏南，你要是误会了一个女孩子，怎样道歉？你的嘴巴生来干嘛的？用嘴巴说对不起，这样道歉还要我教你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问我要不要送点礼物什么的吧？女孩子嘛，喜欢的无非是花呀、珠宝呀、香水、护肤品什么的，你随便送一样给她，她心里就有数了。没你啥事了，回去干活吧。晚上你去和明总谈一下合作的事，我晚上没空。你怎么又没空了？干啥去？你该知道，成了家的男人不能一心扑在公司上，那样很容易被戴绿帽子的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去买菜了吗？还没有，刚出门。你今天想吃什么菜？多买点好吃的回来。我爸妈、我姐他们要进城，我姐喜欢吃海鲜，你多买点海鲜。我妈喜欢吃牛肉，你也买点。海鲜很贵，你姐来了都要吃大虾、面包蟹，一次性还要吃好几只。牛肉也贵，现在都要60元1斤了。我平时买点牛肉给洋洋吃，都舍不得多买。我叫你买你就买，哪来那么多的废话？还有，你上次买衣服花了我给你的生活费1000多元，今天买菜的钱你不能再刷那张卡 AA 制，你得补回给我才算公平。周红林，我现在虽然不上班，但我在家里照顾你儿子，打理这头家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在工作上才能奋斗出成绩，升职加薪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现在不能去上班，你要坚持跟我 AA 制。你是想逼死我，还是逼着我出去上班？行，你让你爸妈带孙子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孩子是你生的，凭什么让我爸妈带孩子？我是说，孩子是咱们夫妻的责任，得我们负责。我爸妈好不容易把我姐弟俩养大，正是该享清福的时候，别麻烦老人家。你又不是没有钱，上次你刮花人家的豪车，都有钱赔给人家，少跟我喊穷了。你没钱就跟海彤拿点，等洋洋上幼儿园了，你再去上班赚钱还给海彤。海玲被丈夫的话气得半死，她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AA 制是吧？那以后就明算。不认识了。是太意外了，你怎么会过来的？你吃过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再帮你叫一份。我吃过了，以后按时吃饭，别饿坏了胃，调养起来很麻烦。你快吃，吃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这么急的吗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我先去车上等你。买车？我的电瓶车修好了，念生已经安排人把我的车送了回来，就是一条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断了，才会开不动。我3点要开会，你速战速决，看好了，我付了钱就要先回公司。我要是看中一辆好几10万的呢？贵的车首付都贵，你平时开的那辆多少钱？我买和你那种一样的牌子吧。你喜欢黑色还是白色？黑色的吧，白色的不耐脏。好，不是说只给首付吗？你挑的车不贵，可以全款就全款。等回家我转钱给你。不用。无功不受禄，战先生，你能告诉我忽然送我一辆车的原因吗？你不说清楚，我用着都不能安心，怕自己欠你天大的人情。昨晚，我误会了你。你觉得误会了我，对不起我，然后就突然送我一辆车，当是赔礼道歉。昨晚咱们都说开了，你也向我道了歉。虽说我当时是真的很生气，后来也好了，你不用大手笔的送我一辆车赔礼道歉的。你有了车也方便些。这车真要买下来，钱我还给你，
否则我不买了。更何况战先生说过半年后离婚，不必如此。我要开会，先回公司了，你开车回去，注意安全。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气我跟他分得那么清吗？明明是他说过半年后就离婚的，当然得分清楚一点，免得离婚时还要我赔偿这赔偿那的，破坏心情。你们夫妻俩刚才是去买车呀？我还以为是去酒店了。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我也没想到他是带我去买车，而且还是全款。海童，可以呀，这么快就拿下了战先生的心，让他大手笔的送你一辆车，我就知道你哪怕是闪婚，也能迅速的拿下对方的。咱们的彤彤这么优秀，要是战先生不动心，他就是睁眼瞎。你想多了，昨晚我让念生送我回家，被他知道了，他误会我给他戴绿帽子呢，我们差点吵架了。解释清楚后，他觉得误会我了，才会想着送辆车给我赔礼道歉的。小军，我们这么熟，我和战印的事，也就是跟你说了实话，我姐我都没有说。也不瞒你，周六那天见了家长后，当晚战印就拿了一份协议让我签。海童随即把协议内容大致和小军说了一番。海童，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？战先生也说了半年时间，你们要是不会爱上彼此才会离婚，你就不能努力一把？你也别怪战先生撇下你就走了，他虽说是送一辆车给你，当作是赔礼道歉，对你也是有点改变的，否则他一句对不起了事，或者送你一束不值钱的花也可以解决问题，何必大手笔送你一辆车？在没有感情的前提下，就算是夫妻，我也不想欠他太多。不过他比我姐夫好一点，家里的生活费用都是他出的，并没有与我 AA 制。买车我自己也买得起，这买车的钱我晚上再转还给他，否则我开着都不安心，总觉得这辆车是一枚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哪天就爆炸了，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的。也好，你是个独立自强的人，战先生那样质疑你，先入为主的把你当成心机女，你这样做也能用事实证明你并不图他什么，不是个心机女。